零基础书法入门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欢迎来到本期的笔墨丹青，我们将一同探寻书法艺术中至关重要的法则——结字。结字犹如建筑之梁柱，构建起文字的骨骼与风姿。它不仅仅是笔画的简单堆叠，更是秩序与和谐的精妙结合。我们将跟随前人的智慧，解析结字的三大核心法则。这些法则不仅是书法创作的基石，更是每位学书者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，并在书写实践中有所裨益。书法中的结字、结体、结构实为一义，皆指笔画的组合方式。然结字并非随意而为，其间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法则，是历代书家共同遵循的准绳。这些法则如平正安稳、应带照应、虚实互成等，构成了书法艺术性的基石。研习结字，应当从楷书入手，奠定扎实的基础，进而学习结字的普遍法则。透过持之以恒的练习，方能将这些法则灵活运用，为日后的书法创作打下坚实的根基。学习过程中，结合具有规范的字体进行临摹，更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。结字三大法则之一，平正安稳，立字之本。结字如同建筑房屋，稳固是其根本，而稳固的基础便是平正，故平正安稳乃结字之首要法则。王羲之曾言：夫书自贵平正安稳。书谱亦云：初学分部，但求平正，既知平正，勿追显绝，既能显绝，复归平正。此言不仅道出了结字的要义，更揭示了书家风格演变的历程。今人论书，或以怀素之自序帖为例，倡导书不贵平正安稳，然则此乃对怀素之误读。怀素于论书帖中展现的正是平正安稳之风貌，正与其乃辩证之关系，正极其生，深紧之志，其当自生。其与正是书法中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概念。正指的是字形的内部结构要平衡匀称，而其则包含了参差不齐、起伏变化的特性。过度追求正会使字形显得呆板，缺乏生气，而过度追求其，则可能导致字形失去稳定感。结字当妥善处理正齐之关系，做到正中有齐，齐而不怪，方能浑然天成。结字三大法则之二，向背分明。气势之源，字体之形态，向背分明。古人论结字，尤重向背。九事曰：凡落笔结字，上接复下，下以承上，使其形式地相应带，无使是背。书谱亦以点画向背之类，概括结字之要旨。观书法之发展，篆至小篆，相向之形更显；立至八分，则成相背之势。草至今草，脱离立意，复归相向。楷至中唐，颜真卿以篆入楷，变向背为相向。蒋济续书法论云：一字两竖相对者，象即具象，背则具背，不得一象一背。此乃常规之论。结字亦有法有画，方能避免呆板之弊。画多则分阳府，竖多则分向背。如三、川、彭等字，皆以横画之阳府，竖画之向背而成体。在篆书到小篆的演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向背形状越来越明显，而在草书中更是脱离了立意，形成了独特的象形。因此，无论是哪种字体，而向背乃表现气势之重要法则，以使作品生动而有力。结字三大法则之三，主次有序，结构之妙。结字有主次之分，需结构得主次有序，方能精确美观。若主次不分，则流于拙俗。续书法论云：每一字有一笔事主，
与彼视宾，皆当相顾，此皆古法。节字之主次，乃针对主笔与次笔、偏旁部首与结合部分而言，如中之竖画、人之捺笔、明之宝盖头、边之走之笛等，皆为主体。因字体之不同，主体之构成亦有差异。以明字为例，隶书以长横波折为主体，草书则以竖钩为主笔。刘熙载在书盖云：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象，主笔有差，则余笔皆败。节字需勤思精研，明晰主次之关系，方能将字体形态表现得栩栩如生。书法节字的三法则在不同书法风格中的表现，体现了各个时期和流派对于结构、笔法与艺术性的独特理解和运用。以下将从几个主要书法风格来探讨这些法则的具体表现。在楷书中，书法节字的三法则对于字形的结构和美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些法则不仅影响字的外观，还影响整体的艺术表现。在楷书中，平正安稳的法则尤为重要。楷书强调字形的严谨性和稳定性，要求每个字的笔画要均匀、对称，并保持重心的平衡。唐代的欧阳询和颜真卿等书法家以其精致的楷书风格著称，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节字的主次有序，主笔与次笔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，使得整体字形既稳重又不失灵动。在楷书中，平正安稳是最基本的要求，每个字都应该有稳定的重心和均衡的结构，这意味着字形要对称，且笔画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在其书法节字36法中强调了字形的均匀性和稳定性，指出字欲齐排叠，疏密停匀，不可或阔或狭。这种平正感使得楷书作品在视觉上给人以安全感和舒适感。向背分明则体现在笔画之间的呼应与对比上。在楷书中，笔画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重要，左右部分的结构应该有意义的呼应。比如欧阳询的作品常常利用相像或相背的笔画来创造动态感，使得整个字形看起来既有力量又不失灵动。例如在某些字中，左右两侧的笔画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姿态，但仍需保持整体的一致性和协调性。主次有序则强调字形内部各元素的重要性。在楷书中，主要笔画如横撇、竖捺应该明确突出，而辅助笔画则需要适当收敛，以免抢去主笔的风头。这种主次分明的结构使得每个字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其意义，同时增强了整体作品的美感。楷书中的三法则在字形结构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通过平正安稳、向背分明和主次有序的原则，书法家能够创造出既美观又富有表现力的作品。这些法则不仅是技术上的要求，更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行书则在向背分明方面表现得更加灵活。行书常常在结构上追求一种动感，笔画之间的连贯性和流畅性是其主要特征。在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中，可以看到行书如何在字与字之间形成自然的呼应与变化，使整幅作品充满生气。这种风格强调了字形的疏密变化，让观者感受到一种韵律感和节奏感。草书则是对主次有序法则的一种突破。在草书中，笔画常常呈现出自由奔放的姿态，结构上不再拘泥于固定框架。怀素的草书作品如自序帖展现了笔势之间的连贯与变化，虽然看似无序，但实际上每一笔都遵循着内在的规律，使得整体效果仍然具有一定的秩序感。草书中的疏密变化使得每一个字都能够在整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。不同书法风格对于节字三法则的运用各有千秋。楷书强调稳定和规范，
行书注重流畅和动感，而草书则追求自由和表现力。这些法则不仅是技术上的要求，更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丰富多样的面貌。书法之美，在于笔墨之韵，更在于节字之法。透过今天的分享，希望能让大家对书法节字有更深入的认识。请订阅本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之后更多关于书法精彩的内容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